别划走，朋友们！这次我要探索的海域可是美国的洛杉矶，这里的海底到处都是茂密的巨藻林。除了巨藻林啊，还有我从未见过的加州赤龙虾，也是遍布礁石洞里。脸庞大的加州红豹更是随处可见，就连这蜘蛛蟹啊都是紫红色的。不过最让我心动的却是这黑头红身的加州羊头鱼，据说这可是加州最好吃的海鱼之一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已经到了洛杉矶，欢迎收看探索美国海域的第一集。It's a Monday kind of feeling on a Tuesday afternoon. I can hear Wednesday calling, but then Thursday comes too soon. And by Friday I'm ready for a Saturday affair. 'Cause on Sunday I'll be happy, the afternoon is here. It's a Monday kind of feeling on a Tuesday afternoon. 给你们看看，船票已经买好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洛杉矶的外岛。是的，朋友们，本次探索的海岛位于洛杉矶的这里，岛的名字叫做卡塔利娜。从洛杉矶的城里出发，要坐船1个多小时才能到达。1、2、3、Go！ 到了，现在我们要去找一个游客中心，因为我们还不在这里，是在山的另外一面。朋友们，这里解释一下哈，在加州基本上是不允许私自露营和生火的，只能在指定的地点或者营地才行。所以这次上岛，我特地选了一个很少人去的营地，这样下海的话，应该能发现不少大货。我也是醉了，朋友们。从码头到我要露营的地方有9个多公里，前面我以为啊能付钱坐车去露营点，结果他们说只有行李能坐车，人必须走路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好远啊！你们看，手机显示还要走2个多小时。继续。终于到了，朋友们，好美的露营点啊，就在这个海湾的边上。看来这9个多公里没白走。我的天哪，人没到，行李先到了。然后我们就是这个露营点，好漂亮啊。OK， 把行李给它拉过去。这里有个水龙头，有水。挺好的，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灶台，灶台上有那个木材，是我花了15美金买的哈。这个露营点啊，一个人1晚是30多美金，我个人觉得是挺 OK 的，毕竟它的配套设施还是挺完善的，主要非常美。OK， 现在我们把帐篷给它先搭了。帐篷搭好后，本来的计划是白天先下海探索一波，但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徒步9公里，直接把我的脚都走起泡了，所以只能改变策略，先休整一会儿，等到天黑后啊，我再下海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天终于黑了，现在我要下海，开启夜间寻找模式，希望晚上就能被我捉到稀奇的海货。然后加州的海水特别冷，我都穿上了5号的潜水衣，不然会被冻成狗啊！出发。不是有点冷，是好冷。下。哇，这加州的近岸怎么是这样的？珊瑚是完全看不到，映入眼帘的都是绿油油的海草。这海草的全名叫做冲浪海草，也是很多小鱼的栖息地，相当于珊瑚的作用。哈哈，你们看，就在海草的边上，居然被我发现一只大龙虾，应该是在草堆里觅食。估计是我好久没捉龙虾，居然还能给它跑了。不过好在这只龙虾也没跑远，所以我找准机会后猛地一抓，将其拿下。这里的资源挺好的，刚游出了还没10米，就看到龙虾。
在加州做龙虾都必须用龙虾卡尺来量一下，确保大龙虾的尺寸合规。啊，可惜了，没达标，得放了。继续。随后的20分钟里，这大龙虾的密度也真是惊到了我。不管是在礁石边还是在草堆里，哪都能看到龙虾的身影。我呢也是捉了又量，量了又放，都不知道捉了多少只，但都没有一只是合格的。龙虾是非常多，但是没有一只是合格的。哎呀，继续。这里啊，我总结了一下原因，估计是水太浅，大的龙虾都不来，所以我又往外游了好几分钟，这才总算到达水深好几米的水域。但又有个更大的难题，就是这的水面水底到处都是巨藻林，在巨藻林的我完全没法游动。都是海藻。哇，这海藻都15米高，我现在怎么出去？钻到这个海藻林里了，我的天！扎进去哦！都是。朋友们，后面花了我好一会儿功夫才游出了巨藻林，看来晚上的计划又得变了。怎么说变呢？晚上前20多分钟，我是在这一段捉的龙虾，接着我又被困在这一片的巨藻林中，所以现在啊，我准备最后一搏，换到湾口的另一侧。哇！不过你们还别说，游到这边后啊，不仅龙虾多，就连龙虾的个头都明显大很多，这真是叫着迟来的爱啊！朋友们，刚刚量了一下，总算合规了，抓到了今晚的第一只龙虾，收了。朋友们，这里我就没搞懂了，为什么这一侧的龙虾反而更大，而且都不需要怎么找就能看到，太牛了！哇，又一只大的，刚刚量了一下又合规，嘿嘿，收获了第2只龙虾。OK， 第2只龙虾放好后没一会儿，居然又被我找到一只蜘蛛蟹。全身都是红色的，而且还在吃一根什么藻类，这里我简称它为辣条好了。这螃蟹怎么全身红色的？它第一次见。哎呀，这个应该是蜘蛛蟹哈，只是品种不一样。OK。都忘介绍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捉的这大龙虾全名叫做加州赤龙虾。想要捉呢，一定要办钓鱼证和龙虾报告卡，游客也能办理，只是价格贵一些。然后一个人1天可以带走7只合规的龙虾。今年的龙虾捕捞季是从2025年的9月26到2026年的3月18日，所以我是龙虾季少尾的这一波。哇！又一只大的，这一只量都不用量就知道合规了，因为好大，收了。朋友们，我要收工回去啦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一共捉了4只尺寸合规的大龙虾。其实后面我还看到2只大的，但对于我来说啊，够吃就好，不一定非得捉到7只。啊，回来了。老规矩，朋友们，又到了看收获的时候。等，这就是我今晚全部的收获：4只龙虾、1只螃蟹，还有1条鱼。这就是加州的龙虾池啊！往这个点扣住，超过这里呢就算合格。你看我这一只呢都超了好多。现在这只龙虾是最小的，我们也来量一下，超了一点点，合格。接着来看这只螃蟹，全身都是红色的，然后这里还凸出来，应该是蜘蛛蟹的一种。
背面是这样的，也是红色的。螃蟹的合规尺寸是4英寸，我这个4.5也超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收获已经看完了，现在我要洗澡，然后睡觉。露营这么久，第一次用上了睡袋，不过挺保暖的。OK， 那我就先睡了，晚安，明天见。7点多了，活力满满。早餐我们就把螃蟹还有龙虾全做了，非常丰盛的一餐啊。做这早餐啊也非常简单，先把锯完头的龙虾都给切成段，再把剁好的姜、葱、蒜、小米辣一起放进去，接着碗里倒点油、生抽、盐、胡椒粉，然后搅拌开，腌个10几分钟，最后放在炭火上等待15分钟就能开吃。还有这条鱼啊也放进去，盖上锅盖。哇，熟了，出锅。现在来吃一下加州的赤龙虾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好吃，朋友们，比阿曼的龙虾更好吃哦。阿曼的龙虾呢更柴，这个好棒，估计是冷水浴的原因。看我吃早餐的环境，好美。这螃蟹的味道不知道怎么样哈，来尝一下。第一次吃这种螃蟹，壳有点硬。喂，这肉也挺甜的，蟹肉不错，就是壳太硬了。好安逸啊，朋友们！早餐吃完后，在这躺半个小时，真的太舒服了。当然，我现在好像要下海了，要开启白天的探索模式。等，朋友们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！一到沙滩边，看到这么多大鸟在捕食哦，哇，好大这鸟！后面潜完水，其实我有特意的来观察这大鸟。全名叫做加州褐鹈鹕，也是会潜到水下捕鱼的鹈鹕，在加州的岸边那叫做无处不在。下。接着游开浅滩区后，这巨藻也陆陆续续的进入我的视野。昨晚呢，我就是这样潜入巨藻林里的，结果弄了好半天才游出来。但现在是白天，视野好，所以不管我怎么游，想要出去还是比较简单的。哇，白天看这个巨藻林真的好震撼，好震撼。确实震撼，朋友们，在这潜水心情都变得更好，而且巨藻林里鱼也挺多的。你看，我这都还没怎么找，就发现一条挺大的海鲈鱼，收了。这海鲈鱼的全名叫做加州海带鲈，在加州的合规尺寸是14英寸，大概35.6厘米，每人每天可以带着5条。鲈鱼收获1条，巨藻林里面非常多这个鱼，打个2条去尝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鲈鱼放好后，我便开始游走在各种礁石洞，但看到最多的还是龙虾，几乎每个大礁石下都有。但我肚子里的龙虾估计才开始消化，所以今天咱就不抓龙虾了。除了龙虾多啊，还有鲍鱼也非常多。昨晚估计一心想着龙虾，完全没有在意到它的存在。然后这鲍鱼特别大，你看和我的拳头比一下，估计和我脸一样大小。这鲍鱼的全名叫做加州红鲍，绝对是顶级的海鲜食材之一。
好多鲍鱼，好多鲍鱼，好多鲍鱼。可惜加州的鲍鱼啊是禁捕的。哇，好大，跟我脸一样大。OK， 我们找别的。其实下海前我都已经做过攻略的，这加州红鲍是肯定不能抓，我只是拍给大家看看而已。倒是眼前的巨藻林中啊，躲着一条黑头红身的加州羊头鱼，这鱼我必须得拿下，因为它才是咱今天的目标。在加州，羊头鱼的合规尺寸是12英寸，相当于30厘米，每人每天可以带走2条。加州羊头鱼打1条，哎呦，听说挺好吃的，但我感觉像猪齿鱼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哈。收了。这里估计有朋友会问，在海里没开枪之前，你怎么就知道这鱼的尺寸合不合规？其实也没什么秘诀，完全靠平时打鱼打多所积累的，基本上靠鱼近一些就能评估得出来。像这里我是下潜到了一个礁石洞附近趴着，因为有2条羊头鱼躲在里面，但眼前从洞里掀出来的是一条小的，这一看就不合规格。但紧接着另一条羊头鱼也露出大半个身子，这体型完全2码事，肯定合规，所以收了。等，又一条羊头鱼，还挺大的这条。其实我今天白天的目标啊，最想打的就是这羊头鱼，一个人只能打2条，刚好我今天打了2条。OK， 回去。到了。我这刚回来，你知道看到什么吗？这个叫做美洲野牛哦，好大一只，在那里看到没？离我们的营地非常近啊。然后他们管理员讲这个有危险，叫我们不要靠近。然后这边又是什么小动物啊？好小的狐狸，好可爱啊！别怕，这营地好多种动物啊，它都不怕人呢。我在拿鱼给你吃 ，OK？ 听到没有？那管理人员啊，在赶这个牛。哦，狐狸，好可爱的狐狸，走了。这美洲野牛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牛之一。按我个人猜测啊，眼前的野牛应该不是该岛的原住民，估计是从大陆运过来的。不过你们还别说，这野牛好像《西游记》里的牛魔王。昨天就都是龙虾，今天就都是鱼。看这收获，朋友们，搭配的非常好，成双成对的。2条羊头鱼，2条加州海鲈。这加州海鲈在洛杉矶的合法尺寸是14英寸，我们来量一下。到这里呢是15点多，14在这里哈，所以呢完全合规。然后这羊头鱼在洛杉矶的合法尺寸是12英寸，我们也来量一下，1在这里，这里都到了15点多了，更合规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我要开始做饭了，先把这2条羊头鱼给做了 ，OK。由于岛上的条件有限，这羊头鱼我们就怎么简单怎么来。首先呢，先把切好的洋葱铺在锅底，再把腌了20分钟的羊头鱼一块一块的放在洋葱上，接着把姜葱蒜小米辣也一起放进去，最后放进火堆里，同样也是等待15分钟后就能开吃。朋友们，忙碌了大半天，终于可以开吃了。哇，这鱼肉特别嫩，感觉试一下哈。好吃这鱼肉。它除了嫩，还有点粘牙，不一样的口感，特别棒。哇，这鱼头估计也挺好的。哇，好吃。哇，感觉这2只都不够吃。哇，如果你们有来加州啊，一定要去海鲜市场买1条这个鱼来吃，真的无敌好吃。好吃，我的小肚子又鼓起来了，朋友们，吃的好饱好饱。
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加评论，拜拜。